还在使用室友电脑时，发现件可怕的事，里面竟有大量自己深夜梦游的偷拍视频。镜头中的他不顾对方叫喊，直接走出门外，还抓破皮肤，用鲜血在墙上不停画着一个符号。可如此诡异的情况，室友却从未跟他提起过。而就在此时，对方恰好返回。安娜见状连忙质问起来，室友称他是最近才出现这种现象的，为防止病情加重，本打算调查清楚后再讲出来。看着他紧张的情绪，黑妹保证自己没跟任何人说过。安娜听后这才松了口气，她可不想被同学们当成怪物看待。可晚上和几名要好同学在天台聚餐时，黑妹的男友阿伟却当众讲出此事，并开起了玩笑。这下几人都知道了安娜梦游之事，羞愤的她气得转身离去。黑妹连忙道歉称只是想找人帮忙，但安娜听后却更加气愤。而就在此时，对方直接木讷地将酒瓶摔到地上，大家还以为她也来了脾气，可黑妹却惊恐地表示自己动不了了。而还没等大伙反应过来，她便违反常理地扭过身，接着在众目睽睽下倒退着翻出了天台。等几人跑过去查看，以为是已晚，对方已四肢扭曲地倒在了血泊之中。这起诡异校园命案很快便惊动了警方，警长立马对与死者有争执的安娜进行询问。安娜表示她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只觉得当时对方在用惊恐的眼神望向自己，而案发时有很多人在场，也证明死者就是自杀，此事只能暂时不了了之。可回到宿舍后的安娜却夜不能寐，只因这让其想起了小时候的恐怖经历。当年她亲眼目睹了父亲发疯般杀死母亲，可事后对方却坚持称这么精彩的画面要配个好设备观看。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二手笔记本还挺划算的，我这联想小新爱尔14只要1878，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，而且我帮你们研究过了，转转官方验的电脑都经过多轮质检，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，上面苹果13也只要2500，真心推荐，买靠谱的二手就上转转。可事后对方却始终坚持称当时自己被一股邪恶力量所控制，直到现在警方仍无法判断这是为了逃避死刑的说辞，还是确有其事。而就在胡思乱想之际，男友雷哥找了过来，他担心安娜糟糕的情绪导致病情加重，听着屋内丝毫没有开门的意思，雷哥并未离去，而是就地坐下守护起来。可深夜睡着的他却被一道关门声惊醒，这时才发现房门大敞似开着，而屋内安娜已不见了踪影。他连忙起身朝楼道处查看，这才看到墙壁上有3道触目惊心的血痕，想到什么的他赶紧向楼上跑去，对方果然再次犯病梦游到了天台。雷哥见状连忙把他从危险处抱了下来，死里逃生的他这次终于感到害怕，开始与雷哥仔细研究起黑妹生前录下的视频，发现梦中自己每次都会画下3道血痕形状的符号。雷哥猜测这很可能就是诡异状况的关键，可安娜却对这个符号毫无印象，唯一能想到的就只有小时发生惨案时跟门外透进来的光有些相似。所幸还没等2人沮丧，线索就自动送上了门。第2天黑妹的母亲来整理遗物，而就在这时死者的手机却响了起来。It's for you. 来电之人不光指名道姓的要和安娜谈谈，并表示案发时所有在场之人也必须前来。原来相邀之人是当地有名的通灵师，黑妹生前暗中调查时就找他帮过忙。通灵师称自己已掌握了一些线索，但还需要通过一场仪式进行确认。他让众人彼此握住身边之人的手，接着便小声哼唱起听不清的咒语，可念了半天4周也无事发生。就在大伙以为对方是骗钱的神棍时，下一秒女人便如同被附身般猛地坐直了身子，随即握着钢笔的手飞速在纸上比划起来，接着在写完什么后就重新从那种状态中恢复。What does it say? 可看过内容后，通灵师却惊恐地将纸揉成一团，然后慌张起身让几人赶紧离开此处。没办法，他们只能一头雾水地离去。但深夜朱莉却偷偷独自返回，之前的事让他对通灵师深信不疑。他迫切地想知道安娜身上到底有何秘密，而通灵师虽不想再插手，但又不忍他们这群被蒙在鼓中之人有危险，最终将一本书交给了朱莉，称看完后他就会明白一切，但切记不要让安娜知道。朱莉赶紧将消息告诉给其余小伙伴，可阿伟感觉女人就是骗子，根本没在意。而此时雷哥正陪在安娜身边，也不好当他面进行回复，却没看到对方已无意间瞥到了信息内容，眼看着自己的消息石沉大海，没办法，朱莉只能独自来到图书馆翻阅起来。很快里面的内容就将他吸引，上面着重介绍了一位名为多洛斯的恶灵，任何对其有威胁的人都将屈服于他的意志。朱莉马上意识到安娜体内寄宿的就是这东西，而黑妹可能就是在与其争吵中被认定为威胁，所以最终被恶灵操控自尽而亡。想到这，朱莉连忙紧张地掏出香烟，只因这个被视为威胁的定义太过笼统，黑妹只是引起安娜不满就被恶灵出手做掉，那自己也随时有可能会因对方的情绪波动而出事。害怕下，她赶紧给通灵师打电话求助，可下一秒她就被定在原地动弹不得，接着嘴中的香烟和手机便接连掉落。随即不听使唤的朱莉就自动站起身，此时烟头已逐渐将书点燃，
没一会儿火苗就迅速燃烧起来。这时被控制的朱莉再次有了动作，只见她的手被死死按在书的两侧，这样无法动弹的脸部便会直面逐渐升高的火焰。很快在炙热高温下，朱莉的脸便被烤烂。不久后，升腾的火焰就将哀嚎的她彻底淹没。另一边正在健身的阿伟也突然动弹不得，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身体就不受控制的将胚重片插到了杠铃上，随即开始身不由己的重复起刚才的动作。期间任阿伟如何反抗也无济于事，很快杠铃杆上就挂满了大量铁片，而弄完这些的阿伟直接躺到了下方，随即两只手便迅速抓住杠铃。想到什么的他惊恐地望着，却毫无办法。果然下一秒，一股不属于他的巨大力量就将杠铃抬起，可紧接着那股力量便消失不见，庞大重量瞬间压得阿伟面目通红。而如此重量的杠铃在无人辅助的情况下也根本无法扔到一旁，他只能吃力地举着不让杠铃砸下来，但很快手臂便坚持不住颤抖起来，鼓起的血管也纷纷在重压下崩开，下一秒手腕骨骼也达到了极限。此时毫不知情的雷哥二人正在前往监狱的路上，在男友陪伴下，安娜终于决定探望父亲，了解真相。睡梦中，她再次回到了那恐怖的夜晚。这次安娜终于想起，那并不是门缝透入的光，而是自己被关在了一个笼子中。她依稀记得外面正准备着什么仪式，而还没等看清，一道黑影便将其拽了出去。童年创伤让安娜根本回忆不起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看来只有从父亲嘴中才能得知一切。很快，身着镣铐的对方便被带了出来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安娜仍对他杀害母亲的事难以忘怀。Why did you kill her? I didn't kill her. You did. 老马称所有的事全是安娜一手造成的。原来二人在他幼时就知道安娜体内存在恶灵，所以才进行驱魔仪式，并把她关在笼子里，但最终还是失败，被恶灵所操控。老马称只要接近安娜的人最后都会遭遇不幸。想到这，他神情也逐渐激动起来。狱警见状连忙将怒骂的老马带走。看着对方的神色和最近身边发生的异常，安娜心中也开始自我怀疑起来。眼看着对方情绪不佳，雷哥想伸手安慰一下，却发现自己的手竟顿在半空动弹不得。尝试许久后，雷哥终于将手抽了回来，而还没等他从这诡异一幕中回过神，突然拨进的电话就打乱了他的思绪。二人终于得知了好友的死讯，他俩也因此再次被请回警局。接连的惨案让安娜终于相信了父亲的话，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远离所有人。 You're safe here. Safe from me. 说罢，他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此处。想要上前劝阻的雷哥却发现门打不开了，而警长更是呆坐在那，任由嫌疑人离去。仔细看去，才发现他已被控制住。此时确定恶灵就在体内的安娜绝望不已，为了不再祸害别人，她已有了轻生念头。看着大街上急速驶过的车流，安娜缓缓地闭上双眼，随即大步流星地向街道中心走去。可走了许久的他依旧安然无恙。安娜不可置信地重新睁开眼，这才发现所有汽车竟都停在了她面前。很明显，恶灵又在自行操控人类保护宿主。安娜突然意识到自己竟连死都无法做到。此时雷哥终于跑出警局，看着远处引发的骚乱，他连忙驾车向那边赶去。另一边，安娜已来到荒凉的大桥上，她决定在四周无人的情况下再次尝试自己。只见其慢慢爬到了栏杆上，这次他果然成功跳了下去。而赶来的雷哥则正巧看到这一幕，可还没等他悲伤，就看到对方以违反常理的方式被重新扔了回来。安娜忘记自己也是受恶灵影响的一员，没办法，他俩只能再次找到通灵师，但通灵师也不敢当面帮助二人，一旦让恶灵知晓，他也得完蛋。通灵师只好谎称自己只是个江湖骗子，之前都是在故意作秀骗取钱财。他先假装道歉安抚住安娜情绪，随即不顾雷哥呵斥，将骗的钱还给了他，但道歉的同时眼神却不听示意。得到讯息的雷哥若有所思地闭上嘴。而在确定二人离去后，通灵师连忙开始找人制定驱魔计划，却不知另一边安娜突然想到什么， Stop the car. 随即满脸阴沉地询问道 What did Ruby give you? 雷哥连忙谎称什么都没有。 What? This isn't you. 可意识到以为时已晚，下一秒他双手便不受控制地离开了方向盘，接着一只手慢慢握住了另一只手的食指。 What did she give you? 但就算这样，雷哥仍不肯透露实情。可紧接着他就在控制下把钱掏了出来，只见每张纸币上都写着一句话。 She's a clever witch. 下一秒，雷哥就因说谎受到了惩罚。 Stop lying. Read it to me. 没办法，这次雷哥只能乖乖照办。 Leave her alone. Take her away from people. I will contact you soon. She can't know. You know. I didn't know. 很明显，苍白的辩解并未打动对方。看着男友受创，安娜终于清醒了过来，她连忙祈求恶灵放雷哥一马，但对方却并未答应宿主的请求。 No.
没一会儿，雷哥就在不停撞击下彻底身亡。不久后，值班警员就看到浑身是血的安娜走路。Are you okay? 他连忙称自己刚刚杀了人，让对方赶紧开枪射杀自己。警员怎么可能答应这离谱要求？可安娜已没时间解释。Kill me! 警员瞬间在他的操控下抬起了枪，可还没等安娜松口气，就看到对方不受他控制的将枪口慢慢对准了自己。很明显，恶灵在精神对抗中占据了上风。大量警员听到动静后跑了出来，安娜连忙边举手边让他们射杀自己。警员们听到这全部愣在当场，下一秒，这下安娜也不知该怎么办了。就在愣神之际，她便身中麻醉枪栽倒在地。关键时刻，警长终于出手将其制服。而他之所以知道不能使用枪械，只因警长正是通灵师请来的帮手，但他的驱魔仪式也只能将恶灵暂时压制。所幸睡梦中，安娜终于记起了一切。原来他父母并不是想要封印恶灵，而是二人一直都是对方的忠实信徒，所以才进行仪式，想让其降临人间。没想到恶灵最终却选择了安娜当宿主，之前的怒骂都是对他的嫉妒，而这也让痛下决心的安娜找到了解决方法。她再次找到关押了多年的老马，称现在恶灵已被压制，她可以再次施展仪式让对方进入自己体内，这样老马不但可以成为梦寐以求的神，还能轻易摆脱困了他多年的牢笼。 Come on, Dad. 老马果然被他给说动，二人手拉手迅速完成了仪式。很快得到恶灵的老马便承认了自己杀人之事，而他也顺理成章地被执行了死刑。而这也正是通灵师的终极计划，他要让恶灵在压制期间与宿主一起灰飞烟灭。但显然老马却对此极其自信，只见他缓缓看向执行员，下一秒对方就待在原地停止了注射。看到这一幕，安娜人立马紧张起来，而将计就计的老马此时却不再掩饰，对着执行员发出了下一道命令。 可下一秒，执行员却淡定地再次行动，接着老马便察觉到体内力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随即他就呼吸困难，意识模糊起来。不久后便心跳停止，彻底结束了这罪恶的一生。看到这，通灵师终于松了口气，却没注意到身旁低头的安娜此时却邪魅一笑。